给女友洗内裤的时候，发现上面有个焦黄的轮廓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烟头烫出来的。可我已经戒烟1年多了，女友更不会抽烟，谁能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个什么情况？我拎着内裤杵在卫生间，忍不住开始胡思乱想，越想越不对劲。这时候女友给我发来一条微信：老公，我今晚又要加班了，你先睡吧。阿珍的工作是我托人给找的，在一家私企做人事助理，图的就是个清闲。可她最近频频加班，每晚回来都快10点了。我本来没多想，以为她是真忙，但是现在一想，有问题，绝对他妈的有问题。我压抑着怒火给她回复：几点下班？我去接你。哎呀，不用了，老公，你知道的，年底了我们特别忙，我这边还不知道几点结束呢。我当即换衣服出门，开车直奔阿珍公司。她公司灯亮着，站在门口，能听到里头隐约有人说话。我没有贸然进去，掏出手机给阿珍打了个电话：你一个人回家我不放心，我到你公司楼下等你吧。哎，不是跟你说不用了吗？没事的宝宝，我已经到你公司楼下了。啊，不是，你还真来了呀？你来干什么呀？听着电话那头明显慌乱的声音，我没再跟他多说，挂了电话以后就躲进了楼梯间。几分钟后，阿珍出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个穿商务装的男人，两个人走到电梯口就搂在了一起，还依依不舍地吻别。男人一边亲一边手还不老实地在阿珍身上乱摸，此情此景让我怒火中烧，当即就想冲出去掐死这对狗男女。这时候我却听到男子笑着说：你那个男朋友对你真上心啊。别提他了，跟个狗皮膏药似的，真扫兴。不，你让他就在楼下等你，咱们继续。想什么呢？他随时可能就上来了。上次他给你打电话，我们不就试过一次吗？怕什么？哎呀，你好坏，讨厌死了。听到这儿我才反应过来，原来我早就成为他们取乐中的一环了。这时候男人正脸露出来了，我在阿珍的朋友圈看到过他们团建的照片。这男的是公司副总，叫阿强，长得倒是一副人模狗样，但是明知道女下属有对象，还要来搞一出阿珍爱上阿强的好戏给我。而且听他说话的意思，显然很享受愚弄我的快感。如果我现在上去撕破脸，然后大吵一架跟阿珍分手，实在太便宜他俩。此时一个复仇计划在我心底悄然而生。阿珍进电梯前，我偷偷拍下了两个人拉手的照片。下楼时，阿珍已经等在车旁边了。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，走到她身旁。我以为你还要好久呢，就去1楼上了个厕所。提前结束了呗，快点开门吧，我都快冻死了。一路上他都假装很累的样子，闭目养神。正好我也不想跟他多说什么，晚上我趁他睡觉偷看了他的手机，这才发现他们已经勾搭在一起好几个月了。他6月份进的这家公司，8月份就跟阿强暧昧上了。前段时间两个人终于突破了最后一步，借着加班的由头，公然在公司里偷情。而就在他们这对狗男女颠鸾倒凤的时候，我像个傻子一样在家里给阿珍做饭洗衣服，担心他工作太累，怕他回来路上不安全，畅想着跟他结婚以后的生活。他在微信里跟阿强是这么说我的：他从来不会怀疑我，也舍不给我花钱。你家那个黄脸婆有什么好的？又老又无趣，你跟他离了呗，你离婚我就分手。我不敢相信这是枕边人说出来的话，可洋洋洒洒上千条聊天记录，每一句都像鞭子一样抽在我身上。阿珍说的对，在今天以前，我从来不会怀疑他，不会追问他的行程，不会去看他手机，所以他才放心大胆的没有删掉聊天记录吧。我看着身旁熟睡的人，突然觉得他真脏，脏得让我恶心。第二天早晨，阿珍化妆的时候手机响了，她很自然地接起来。喂，强总，有什么事吗？好的，我今天尽量早点到，跟您核对。公司有事？对啊，领导催我快点去呢，没办法，年底了事情多，今天估计还得加班。我看着她涂得艳丽的妆容和紧身的包臀裙，假装关心道：要不我再托人给你换一个工作吧，我可舍不得让你这么累。阿珍却连连拒绝，还说现在打算趁年轻多奋斗，而且这个工作已经让我花了人情了，不去也不好交代。说完，她出门的时候要来亲我，一想到她昨晚就是用这张嘴跟那个阿强吻得难分难舍，我赶紧假装找东西躲开了。从昨晚的聊天记录得知，他们约好打电话的是如果我在场，就称呼他为强总；如果我不在，什么达令、宝贝、老公怎么叫都可以。阿珍甚至还在微信里叫他爸爸，可想而知两个人私下玩得多滑。而这个阿强显然是故意挑这个时间打电话的，或许当我的面调情犯贱，真的让他们觉得很刺激。既然这么喜欢玩，那我就跟你们奉陪到底。我去查了阿强的底细，原来这货不但有老婆，孩子都2个了。他老婆生了孩子以后就辞职在家专心相夫教子。我花钱雇人跟了他一段时间，又发现这货竟然还跟自己的已婚前女友还有来往，两个人每次见面就直奔酒店。我把各种证据都收集起来，又费了点功夫，
把他和他家里人、他前女友老公的联系方式都查了出来。这天阿珍又骗我说要加班，我一脸冷漠地回复他：好的，别忘了吃饭，否则饿坏了我会心疼。老公你也是，乖乖吃饭哦。晚上我把车开到他们公司外边，用早就准备好的新手机号给阿强老婆发了条短信：你老公是不是总说加班？你最好注意点，别傻傻的蒙在鼓里。有些人吃回头草，吃的不要太开心。那边几乎是立刻给我回过来电话，却被我挂断。他只好发短信：你是谁？这话什么意思？他有个谈了很久的前女友吧？回复完这句后，他老婆再怎么问我都不回复了。毕竟对一个将所有心力都在家庭上的女人来说，勾起她对自己老公的一点点疑心就足够了。我安心等在车里，果然没一会儿阿强下楼了。他神情紧张，一边往停车场跑，一边握着电话急着解释什么。阿珍则是一副便秘的表情跟在后头。看到他也出来，我一脚油门到底，满意的离开了。阿强老婆虽然只是个家庭主妇，但人可不是省油的灯。他父母在本地开公司做生意，上头还有2个亲哥哥，可以说是从小被娇惯长大。听说性格挺泼辣厉害的。阿强本就跟前女友不清不楚，被我这么一告密，他老婆真要查起来还真不好说。所以他这段时间着实低调了起来，不但每天下班按时回家，也不在半夜跟阿珍微信里聊骚，这可把阿珍气坏了。阿珍像所有想上位的小三一样，疯狂地给阿强发微信：被那个女人管着有什么好的？又老又凶的，难道我不比她好吗？可阿强这种靠老丈人提携起来的凤凰男，家是家，玩是玩，孰轻孰重还是分得很清楚的。为了刺激阿珍，这段时间我对她态度也来了个180度大转弯。不管是吵架还是闹矛盾，我都不再让步，经常把她气得脸红脖子粗。想想居然敢吼我！你从前对我的好都是假的，果然男人都是一样的，得到了就不会珍惜。我任他发癫，哄都懒得哄一句。我两手一摊，随你怎么想喽。阿珍被我这么一激，报复心更重，半夜趁我睡着疯狂给阿强发消息，甚至还威胁他，如果还敢晾着他不理他，那他就豁出去，直接当面去找他老婆。这话可吓到阿强了，而且阿强被老婆严管了一阵子，确实也憋得慌。于是2个人想了个招，出差。阿珍一进门就直奔卧室收拾衣服。老公，我们公司临时安排了人力资源的培训，我明天要去外地出差。啊，出差去几天呀？去2天就回来了。宝宝，你是不是忘了？明天是周6，我们说好跟你爸妈一起吃饭的呀。安静一顿饭什么时候吃不行啊？这培训的机会错过了可就没有了。看着阿珍忙着收拾行李，我在她手机短信里翻到了酒店的预订信息。第2天，阿珍不让我送她去高铁站，我没有坚持。她走后我也没闲着，买了几样礼物，先去了阿珍爸妈家。她家距离本市不到2小时的车程，爸妈都没什么正经工作，家里还有个没工作成天只知道打游戏的弟弟。叔叔阿姨，我今天来找你们，阿珍还不知道，其实我打算跟阿珍求婚的。小张，你跟阿珍谈了1年多，也是该谈婚论嫁了，但是结婚可不是小事。我知道，结婚要2家人坐在一起好好商量才行。您放心，阿珍是个好女孩，我们家一定会给出足够的诚意来娶她。他把眼神在我拿来的礼物上转了一圈。我们做父母的也不图别的，就希望女儿能找个明理的婆家，看重她，对她好。其实阿珍爸妈不止一次问过她，结婚的时候我家到底能出多少彩礼，我也早打听过。阿珍她家这边一般彩礼水平也就是6万6、8万8，不算过分。可他爸妈为了那不务正业的儿子，偏偏想对我狮子大开口。叔叔，您说的都对，您和阿姨放心，我家的彩礼肯定比别人家给的多，保证让阿珍不输给别人。听了我模棱两可的话，他爸轻咳一声，他妈接过话茬：小张啊，我女儿是本科毕业，人又漂亮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就算我说阿珍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可是上我家来想给阿珍说亲的没人，那是一个接一个。隔壁邻居上个月嫁女儿，条件跟阿珍比差远了，男方还给了50万彩礼呢。阿姨彩礼我家出88万，他妈惊得差点跳起来。他把水喝了一半，还没来得及咽下去。小张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你爸妈也是这个意思啊？我跟我爸妈都商量过了，他们都赞同。我还给老两口看了下我伪造的聊天记录，他妈瞬间喜上眉梢。看我这脑子，小张来了半天都忘了倒杯茶。阿姨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还有我现在住的那套房子，是我爸妈全款给我买的，回头我也会加上阿珍的名字。阿珍嫁给了我，我就要给足她安全感。这话一出，2个人高兴的都不知道要说什么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给小张洗水果啊！我听到卧室里传来打游戏的声音，我知道那是阿珍，她那个不成器的弟弟阿勇。叔叔阿姨，
我寻思阿勇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。这臭小子，给他找的工作一个都看不上，轻松的说钱少，钱多的嫌累，天天在家气我们。我朋友开了个公司，缺个司机，每个月就开车接送下客户，工资小1万呢。要不我帮阿勇问问，这活轻松，赚的又多，时间还自由，你们看怎么样？他爸妈一听，激动地握紧我手不放。真的呀，小张，这事儿要是办成了，你可帮我们家解决了大问题啊！我早就跟他爸说，小张不会错的，把阿珍交给你绝对没问题。然后阿珍爸妈强烈要求我留下吃晚饭，我婉拒了，毕竟今天的行程非常紧，我还要去办正事儿。到达阿珍订的那家酒店的时候是晚上10点，我安排调查的人在阿珍下午入住时就把房间号发给了我，8402。这个房间号我又发给了另一个人。兄弟，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。半个小时后，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带着一个壮汉进了酒店，我躲在楼梯口看着，眼镜男冒充服务生送东西，敲开了8402的房门。门开后，壮汉一脚就踹上去，紧接着阿珍惊恐的尖叫声响了起。门开后，壮汉一脚就踹上去，紧接着阿珍惊恐的尖叫声响了起。这时候还不算太晚，很多人都没睡，跑出来看热闹。我混在人群里，偷偷录像。阿强和阿珍衣衫不整，满脸惊慌。壮汉本就魁梧，很轻松就制住了阿强。眼镜男手里突然出现一根棒球棍，狗东西，敢给我戴绿帽，我今天要废了你！棒球棍狠狠抽在阿强肚子上，壮汉则一脚踢在阿强下面，阿强惨叫一声，捂着裆部倒了下去。外头都是看热闹的，没人敢进去阻止。阿强被揍得鼻血狂飙，阿珍躲在角落大叫，慌里慌张地把浴巾往身上裹，颤抖着声音威胁道：你们是谁呀？再打人我报警了！你报啊！警察来了我就说这个男的在酒店招人。阿珍一听自己被人骂成了，气得眼眶通红。去你大爷的！你才是，你全家都是。你不羁是什么？这男的自己有老婆有孩子，你是他老婆吗？你要是的话你就报啊！眼镜男怼得阿珍无话可说。阿强趴在地上，听到报警2个字急了，赶紧出声阻止。围观群众越听越兴奋，都纷纷讨论了起来。不敢报警，果真是偷情啊！第一次现场看人主，真刺激啊！阿珍又羞又恼，偏偏身上没穿衣服，只能缩在角落里。这男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阿强前女友的老公。我昨天就把阿强跟前女友在酒店的照片发给了他，然后我说，他如果想出气的话，我可以帮他，只要他不下死手，保证阿强不敢报警。眼镜男打够了，捏着阿强下巴，勒令他保证不再联系前女友，才放过他。看着阿强跪着求饶的模样，我也解气地回家了。周日上午，阿珍就拖着行李箱，一脸疲惫地回家了。我还是一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。宝宝，这么快就回来了，怎么没跟我说？我去接你啊。阿珍撒起谎来还是面不改色，哎，培训压在1天就结束了，最重要的是人家想你了呗，所以就赶回来了。我狐疑地看向他脖子，你这里怎么了？过敏了吗？同事去刮痧，结果搞成这个样子，我也郁闷死了，早知道不去了。其实我昨晚就注意到了阿珍脖子上草莓印，我本来还挺好奇阿珍回来以后会怎么跟我狡辩，没想到她居然去做了个刮痧来掩盖。阿珍又跟我说了几句话后，就借口要去洗澡，拿着手机躲进了卫生间，其实是去关心阿强的伤势去了。我还是忍耐着没戳穿，毕竟2个人精心策划的私会横遭变故，阿强被打怕了，又成了王八，缩进了他的龟壳。现在他在公司见了阿珍，都得绕着他走，毕竟他现在还不知道他跟前女友的事到底是谁给告密的。阿强甚至还哄着阿珍把手机里的聊天记录都删了，幸好我早都备份了出来。阿珍因为阿强再一次退缩的态度又不爽，自以为成功拿下的男人转头又回归了家庭，他是越想越不甘心。我跟阿珍聊天的时候故意说起阿强跟他老婆，宝宝，我今天在路上好像看到你们那个副总了，搂着他老婆，特别温柔体贴，真是个好老公。我一边夸着阿强2夫妻恩爱，一边看着阿珍气得嘴角直抽抽，却不能在我面前露出马脚的样子，就是心里一阵暗爽。同时阿珍也在微信里不停地逼问阿强，你到底要我等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想再偷偷摸摸了。在我的捉奸大戏后没几天，阿珍公司的年会就快到了。年会定在一家5星级酒店，她还有一个个人独唱的表演，我自告奋勇帮她搞定演唱时的舞台背景视频。年会前1天，我给阿珍爸妈打去电话，叔叔阿姨，我打算明天跟阿珍求婚，你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做个见证？叔叔阿姨，我打算明天跟阿珍求婚，你们可不可以一起来做个见证？行啊，没问题。我想给她个惊喜，所以你们可千万不要说漏嘴，
那是肯定的。对了，小张，阿勇工作那是……我忙糊涂了，忘了跟你们说了。我朋友说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答应了。毕竟阿勇是我未来的小舅子，那不跟亲弟弟一样吗？小张啊，还得是你呀！改天我们带着阿勇这小子去谢你。阿珍爸妈对我千恩万谢，我说都自家人，那不是应该的吗？阿珍爸妈沉浸在天大的喜悦里，恨不得我跟阿珍立刻结婚。我甚至听说这段时间他爸妈都带着他弟开始看房了。乐吧，现在多开心，知道真相的时候就有多失望。这一切可都是你们的宝贝女儿害的。第二天，阿珍特意早起做了2个小时的妆造，然后带着她那身昂贵的礼服战袍出发了。我不用问都知道她在想什么。她公司的年会，高层领导都会带家属出席，阿珍这是卯足了劲，要在阿强面前跟他老婆一较高下。我把阿珍送到了酒店，然后也偷偷溜了进去。酒店大堂足够大，我躲在最偏僻的角落假装打电话。服务员都以为我也是这公司的人，没有人对我多问什么。年会正式开始以后，老板和副总们挨个上台发言。轮到阿强的时候，我把阿珍对阿强在微信里说的原话编辑成短信发给了他老婆。强总这么优秀的男人，值得更好的女人。他搂着我说你是个黄脸婆的时候，我真觉得你很可悲。今天有我的表演，希望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是你跟他配，还是我更配？阿强老婆本来开开心心举着手机录像的，收到短信后脸迅速垮了。阿强下台后似乎察觉到老婆情绪不高，问了几句，他老婆冷着一张脸什么都没说，只是全程死死盯着每一个上台表演的年轻女孩。这时候我电话响了，是阿珍爸妈。对，叔叔你们直接进来就好了。我就在大堂门口跟阿珍爸妈一起等，还有阿勇。阿勇知道我帮他找了份清闲又高薪的工作，见了我笑得异常灿烂，姐夫长姐夫短的叫我回了他一个假笑。阿珍的表演快开始了，结束后我会马上上台求婚，他们公司的人都会配合的。终于轮到了阿珍表演，她上场的时候，她精致的妆容和露出锁骨的一字肩礼服，整个人显得梦幻又高级。阿珍看向坐在最前排那桌的阿强，眼神中满是挑衅，好像在说，看见了吧，我年轻又漂亮，你身边那个老女人比得上吗？我双手抱胸，内心兴奋到不行。这一刻终于来了，大屏幕开始播放视频，一阵前奏过后，优美的伴奏声响起。阿珍拿起话筒缓缓开口，很快沉浸在了她的表演中，却没发现底下的人齐齐变了脸色。是的， MV 被我换了，我保留了音乐伴奏，但把画面换成了他跟阿强被捉奸的那段视频。阿珍爸妈站在我身边目瞪口呆，阿勇率先开口，妈，这不是我姐吗？她竟然跟别人去开房了。他妈赶紧出声打断他，随后紧张地看着我。小张啊，这个人肯定不是阿珍，我自己的女儿我不会看错的，绝对不是。我顾不上他们，再看阿强时，这货已经嘴巴半张，盯着大屏幕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阿珍在台上看到阿强这副样子，估计还以为是对方被他给迷得神魂颠倒，神情愈发得意。第一排的老板和所有领导脸色都像吞了苍蝇一样难看，后排有些人发出了猥琐的嘘声。阿珍唱着唱着察觉到不对劲，底下的人好像都不是在看他，而是他的身后。他缓缓转身，此时镜头刚好怼到他披头散发的样子。阿珍当场愣住，手里的话筒掉在了地上，发出刺耳的响声。我痛心疾首，叔叔，现在你还能说那不是阿珍吗？他爸妈无言以对，羞得恨不得钻地底下去。此时全场人目光都集中在阿珍和阿强2个人身上。阿强像只摇尾乞怜的狗，就差跪在他老婆面前了。老婆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。这就是你跟我保证的，绝对不会乱来吗？老婆，咱们先回家，我跟你解释行吗？一个前女友还不够，现在又给我搭上了公司的狐狸精，怪不得你天天说要加班呢。老婆，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。老婆，我真的没有对不起你。阿强这种死到临头还敢狡辩的态度，终于惹怒了他老婆。他猛地拍桌，中气十足地指着阿强鼻子骂：去你大爷的！老娘先收拾那个狐狸精，然后再收拾你！高层领导的桌子距离舞台最近，阿强老婆3两步就冲到了台上。阿珍吓得连连后退，却被一把薅住了头发，对着阿珍的脸蛋狠狠挥拳。老娘弄死你！你信不信？阿珍痛得大叫，只能用胳膊挡在面前，毫无招架之力。冲上台拉架的，底下叫喊的，录像的，吃瓜看戏的，乱作一团。众人好不容易拉开了2个人，阿珍却彻底没了理智，红着眼对着人家正室歇斯底里的喊：
阿珍却彻底没了理智，红着眼对着人家正室歇斯底里的喊：那咱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，他已经不爱你了，知道吗？不爱了，你俩迟早得离。你不过就是给他生了2个孩子，你以为自己有什么啊？阿强说你就是个……你个狐狸精，从入职开始就骚扰我，还把我骗去酒店。我告诉你，我这辈子最爱的就是我老婆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跟我老婆比？我警告你，你再这样破坏我的家庭，我宁愿没了这份工作，我也不会让你还有你全家好过。阿珍惊呆了，她不可置信地看着阿强，嘴张合了几次都说不出一个字来。要知道，就在上台前，2个人还眉来眼去，伴送秋波呢，伴送秋波呢。阿强转头苦苦哀求他老婆：“老婆，咱们先回家好吗？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”看了半天戏，终于轮到我出场了。我酝酿了下情绪，抱着早就准备好的捧花跑到台上，我用尽全力，一拳头砸向阿强。这一拳我憋了很久了，他根本没防备，踉跄了几下倒在了地上。然后我伤心欲绝地看向阿珍，本来今天我要跟你求婚的，可没想到你居然骗了我这么久。这个有妇之夫，他到底有什么好的？我半真半假的怒吼。阿珍心虚又害怕，吓得直接哭了出来。而我则是把捧花狠狠砸到他身上，扔下一句分手后就走了。走出去后，我终于长出了一口气，这么多天的忍耐终于让我全都发泄了出来，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不少。至于阿强和阿珍接下来要面对什么，那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接着我把之前搜集到的所有东西通通打包，有他们的开放证据和微信聊骚记录，包括假出差时完整版的捉奸视频。阿强老婆一份，他爸妈一份，公司所有人人手一份，主打一个受害家属和吃瓜群众雨露均沾。他老婆会不会跟阿强离婚我管不着，但是我要他从此身败名裂。弄完这些，我美美的睡了一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阿珍被他爸妈强行扭送到我这里，但是我没让他们进门，他爸妈居然还想着替他求情。小张啊，你跟阿珍谈了那么久，你们2个人是有感情的，千万不能冲动啊。阿姨，既然你们来了，那咱们正好把话说清楚。本以为咱们能成为一家人，但现在反正我跟阿珍呢肯定是不可能了。小张，你冷静下，你再想想好吗？阿珍已经得到了教训了，你要实在不解气，他任凭你打骂，只要你出气了就行。你要实在不解气，他任凭你打骂，只要你出气了就行。我看着眼睛哭得又红又肿的阿珍，没有一丝同情。叔叔，您不必费心了，您也是男人，换做您是我，您觉得能忍吗？阿珍的东西我已经收拾好了，你们正好都拿回去。我这里不是垃圾站，不是什么垃圾货色都收的。说完我就把行李箱扔出门外，然后二话不说直接关门。阿珍他爸眼见已经无可挽回了，站我家门外就开始痛骂阿珍：出息的东西，你看看你这弄的是什么事？我跟你妈为了你的婚事操碎了心，结果你呢，现在工作没了，还让我跟你妈陪着你丢人。还有你弟，你弟的工作跟房子全被你个没脸的东西折腾没了，你弟的工作跟房子全被你个没脸的东西折腾没了，想不通啊！88万的彩礼啊，人家张强还愿意房子加你名字，你上哪儿再去找这样的人？你说现在咋弄？咋弄？你们要给儿子买房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天天让我找个有钱的，不就是为了吸我的血去养他吗？现在来装什么慈父慈母？反了你了！敢跟你爸这么说话？我没你这个女儿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一会儿让人看见了，有什么回家再说。我看着门外的监控笑出了声。当初我去给阿珍爸妈画饼，要的不就是这一刻吗？饼有多大，他们就有多怨恨自己的女儿。而阿强那边也没好到哪，他一边要应付老婆，一边还想舔着脸继续留在公司，但是公司里走哪儿都被人指点议论，他实在待不下去，自己卷铺盖滚蛋了。他老婆直接跟他提了离婚，要求他净身出户，2个孩子归老婆，阿强每个月还要支付一笔不小的抚养费。这个节骨眼上，阿珍的骚操作来了。他爸妈本来以为用我家给的88万彩礼，再加上他家的积蓄，给儿子全款买个房是不成问题，所以急吼吼的去看了房，还付了定金。谁料我跟阿珍分了手，所有的计划全部泡汤。但是房子那头不买的话，10万定金就打水漂了，他们只好到处借钱才凑齐了首付。一家子里，阿珍铁了心要上位，他爸妈决心为儿子房子努力，都不要脸了，
竟然想出了让阿珍假装怀孕的馊主意。阿强对阿珍避而不见，阿珍居然就拿着孕检单找到他爸妈家去。阿强他妈气晕过去了，他爸叫了救护车以后直接报了警。在警察面前，阿珍哪还敢说谎，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根本没怀孕的事实。阿强本就因为老婆净身出户的事满肚子憋屈，知道这事儿以后，马上带人去了阿珍家，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。两边狗咬狗的精彩大戏，又让我乐了好久。某天半夜，阿珍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居然打电话来骂我。张翔，你牛什么？我就是绿了你又怎么样？我跟阿强还不止在酒店那一次呢，你个舔狗还不知道吧？不就是加班吗？你跟高总的加班记录，还是我帮你群发工作邮箱的，为的就是让你们所有的同事都能知道你俩有多爱岗敬业。电话那头的阿珍愣了好半晌都没说话，我笑着挂了电话，然后拉黑了他。向来心高气傲，自以为把我这个舔狗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阿珍和阿强，知道真相后，恐怕要生生吐出几口老血来。而我嘛，在完成我的复仇后，也开始了新的生活。